小孩就是这样哦，说冲就冲，那个临阵发动哦，突然就可以冲出去，都没有那个起手式的啊？为什么？他不知道危险啊，他判断不出来那个危险啊。小孩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他就觉得他要冲他就冲了。他那个是楼梯呢，他没有摔过，他就不知道那个摔下去会多么严重哦，透天。那就会很担心啊，要担心从楼梯上滚下来。那我就问他说：“你自己从小到大透天住这么久，你有没有摔过楼梯？”他想一想就说：“哎，有呢，小时候有哦，扭到脚，可是因为时间久了哦，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讲说：“哦，对，那真的不行，还是买电梯大楼好了，不要让这个小孩也遇到。”说到现在还有那个旧伤啊，哦，那现在一些天气变化的时候还会痛，因为那个脚就是扭到。然后扭到以前也没有在那边一扭到就送医院了，就去那个什么国术馆，你知道，弄到现在都还有病根，就这样。最后他下定决心买了电梯大楼，反正顶多给爸妈念，过一阵子就算了。高雄人为何改抢电梯大楼？真相全解析哦。先说结论，除非你是刚需，否则我真的是不建议你现阶段你还入手透天，因为连那个建商都不太想盖了，你知道，之后要卖的话会变得非常困难。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诊所也是买房指标吗？如果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高雄人现在都买大楼哦，这是来聊一个 PTT 上的贴文，标题我念一下：闲聊，高雄人现在都买大楼。那内容就是原 po 认识了几个有在买房子的那个高雄同事啊，然后他发现说统一都是买电梯大楼的，没有人在买透天，他就觉得很奇怪啊，你们不是南部人啊，不是一定都要住透天，那怎么都选择起来都是电梯大楼？好，那我们就来聊这个状况哦。这位原 po 遇到的状况哦，到底是特例还是通例嘞？先说结论哦，我个人认为原 po 遇到的状况现在已经叫通例了，因为透天的交易量严重下滑中。你看这张表哦，这是高雄市地震局的统计。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就好，高雄的透天交易量对比111年跟108年呈现负成长，交易量少了2177间。那这几年更不用讲。然后有一个新闻可以证明哦，标题我念一下：高雄透天预售价格涨，但交易量锐减，地价高，供给少，蛋黄区几乎消失。这是今年7月的新闻，非常的新呢。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内容，你看我划线的地方就好。今年高雄透天预售屋每平成交均价来到34万，比去年的29.5万涨了4.5万，涨幅高达15.2%。所以透天这个东西怎么样？它还是在涨哦，但是截至今年5月，仅成交31户，就没有人买。然后今年1到5月透天开工的申报只剩13案66户，年减71%，我靠，这叫做建商根本也不想盖透天。这么多建商最后这样子盖了66户，超级少。所以很清楚了，现在的透天不仅没有交易量，建商自己也不想盖，那就没有交易量，你要建商怎么盖？那你要相信建商的眼光他们一定是算到赚钱，他才会去盖。那背后都有一群精算师啊，不是保险公司精算师，是很会算、很会算，整天都在市场打滚的人。那这群精算的人员算一算，就跟他讲说，就军师啊，盖透天有利可图，是未来趋势的话，你是建商你要怎样，你就毛起来盖嘛。但现在就没有，代表建商现在也不看好透天的未来。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透天卖不动呢？我们就来讲说，为什么透天本来是高雄，反正高雄人就是要透天的，他觉得透天才是自己的房子啊，你住大楼就是要跟人家一起住这样。结果现在建商自己都不盖。那透天本身的问题，我们在电梯大楼跟透天的比较中，买哪一个比较好？这是影片我已经有讲过，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就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看为什么会这样，透天就失宠了。来，第一点，高雄的土地太多了。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照顾 Podcast 的听众，我把它念一下本市可建筑楼地板面积约6335万平，并以民国107年本市就是高雄市每人居住面积为16.13平，有没有爽不爽？你现在自己居住面积有没有到16.13平？推估本市至少可容纳居住人口数约为392万人，就是以很宽松的标准来看，不包含奖励容积的计算来看，现在高雄的地
空地还是叫一大堆啊。全部盖好盖满的话，可以容纳多少？392万人。好，那现在高雄的人口数是多少？截至今年的统计是272.5万人哦。所以，哇，这上面还是上不封顶的，还是有相当多的土地可以用。而且我刚才讲是很宽松的标准，到底有多宽松？它计算的标准是每人居住面积16.13平嘞，哎，那很夸张嘞。这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享受到16.13平？好，那台北呢？哦，台北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看这个标题就好。2014年萎缩到一个人只有6平，现在绝对是更小。2014叫10年前哦。10年前的房价以台北市来说还叫可爱嘛，那现在起来变成一个人只有6平，绝对是更小的。那为什么土地很多，建商却倾向要去盖电梯大楼嘞？原因是因为土地很多，代表建商很容易取得大片的基地，也就是可以一次吃下较大的容积。而最能把容积转成可售坪数乘以户数的产品，就是什么？就是集合住宅，就大楼啦。这东西可能不好懂，你看这张图，这就是典型的集合住宅。那对建商来说，就是它的楼梯、电梯这些东西是共用的，所以它公设扣一扣以后，还是有很大的可售面积。但如果你盖透天，透天每一户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楼梯嘛，所以空间利用的效率是比不上电梯大楼。那之前为什么都是盖透天？其实也不是什么很厉害的原因，就是以前高雄人觉得说，就像我前面讲的，住透天才是自己的家哦。那你住电梯大楼就是跟别人一起住，住电梯大楼会被人家笑，就是你家比较没钱，你不是住透天，这是真的哦。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问那个高雄的那个同事，当然我们大家那时候都是屁孩嘛，然后他们讲就半开玩笑，就说住大楼就是比较没有钱，不然就是外面调来的哦，都是这样子讲。所以盖电梯大楼建商会很容易卖不出去，因为市场都想要透天啊。那你电梯大楼为了要卖出去，你就会去给很多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就很厉害的东西，比方说两房，可是那个两房户型真的很大，就是它室内空间真的很大，你要隔成3房没什么问题。那3房的话，就是你都正3房做完，还会有一个超大的空地，甚至是大楼的楼中楼这种东西，100多平的东西，把透天拆成一个平面这样子来卖这就塑造了高雄现在20年、30年中古屋的战斗力没办法那时候你这个20年前、30年前，你这个大楼刚盖的时候，你的对手是海量的透天的，你要怎么打？你只能这样打OK。但是现在的购买主力已经能够完全接受电梯大楼，建商当然就是多盖电梯大楼来卖啊。难道在现在你要他们逆风推什么透天社区吗？就不会啊。那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什么？你也知道，叫做总价因为高雄的房价也是贵起来了。你现在要盖新的透天来卖一间算起来绝对都是2500万以上，在蛋黄区的话2500万了。你要说摸到豪宅线可能还没有，但是你营造成本加一加，你大概就是要一户就是要卖人家2500万，2500万的透天没有很好就是看起来超级普通的那如果是首购族，你要人家怎么负担？因为新青安只有1000万的额度嘛，那你这个他真的跟你买2500万的透天，你看他一个月要缴多少钱？缴得出这种钱？我算一下2500万的话，反正一个月8、9万块，付得起这种房贷的人，你叫他首购对啊，所以就是电梯大楼控制那个总价，3房总价15002房总价1100，这个就是一个目前高雄的一个价格带。那当然就是盖电梯大楼才会好卖，也不会浪费土地虽然那个土地也不是说明明能盖大楼的地你拿来盖透天，不会到这么浪费，但是就是反正建商现在高雄的建商，你不用来盖大楼，你真是浪费了高雄市政府的苦心经营你看那个容积率，商3、商4、商5容积多恐怖！那个商5的土地，高雄市区里面叫一大堆都是容积起跳840，起跳呢还不包含其他奖励容积什么，就给你840了，就是这样。那最后你要知道透天的未来会怎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透天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办有没有机会翻身等等。那我直接说答案，非常难非常难。我也建议你，除非你是刚需，你的爸爸妈妈就是一定要你买透天，不然的话，你还是去看电梯大楼会好很多。因为你以后透天你真的会极端难卖，很难卖很难卖。就是你去观察，现在大部分的透天都是谁在住？老人啊。那你说这个老人可以住多久？就是住到有一天他关节退化，然后医生叫他说不要爬楼梯，那他就只能够怎样？要么就是
在采光不好的透天1楼里面安度晚年，不然就要搬去电梯大楼。好，所以透天会接手的人怎样越来越少。那年轻人也都跑去住电梯大楼，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出租一途。好，那些老透天的出租，你又卡到一个问题，你这个地方当初透天盖了起来，最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地段没有很好。那地段没有很好的地方，现在人口又往都心集中，变成说你要租你也不好租啊。那你要租给打工人一般打工人就自己一个人嘛，顶多加女朋友，没结婚的情况之下，你叫一对情侣去住一个透天对啊，这怎么住？那你不想花大价钱去隔套房，现在隔套真的是超级贵。你如果不花这个钱去隔套房的话，你的租客都超级难找，你就只能找到那种3代同堂，你知道，他们才有住透天的需求，很不好租啊。那透天还有一条路最后一条路叫都更这个也不用想了。我们刚才也讲，高雄的空地就是那么多，你要等都更非常困难。建商会说，哎呀，那我们来都更，然后开个这个说明会大家每个屋主都是这个表情，准备要这边砍你一刀了。林北等了50年，终于要都更了这个要拿好拿满。建商怎么玩？建商会说，奇怪，我是建商怎么现在你们每个比我还凶？那我就反正你们这附近还是有那么多空的停车场啊，那我就把它买来盖就好了。我懒得跟你们在那边搞都更的事情。现在高雄市的停车场交市的速度非常的快，真的非常的快，而且大建商也会去买那些停车场地总之就是说，你现在会遇到的那个透天你现在买透天的话，你会撞到的 debuff 太多了，都是负面的，那就不建议啊，真的是不建议。我还没讲银行建价的问题嘞。那当然，如果你是要自住，然后你家里就是钟情于透天 ，OK 啊，你爱买你就去买，甚至你还可以杀价，因为买透天的人现在就很不多，你知道。那未来如果你觉得有可能有换屋的打算的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多想想，因为透天真的会越来越难脱手，这不骗你，现在就很难了，那以后会更难。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的 PTT 上有人提出高雄人现在都在买大楼的疑问，我也分析了高雄透天交易量下滑的实际数据，跟建商偏好盖电梯大楼的原因，以及未来透天的市场的前景结论就是原 po 看到的现象不是个案，而是整个市场趋势。因为高雄的土地供应其实叫非常充足，所以建商更倾向去盖什么集合式住宅。那这也更符合现在年轻族群跟首购族的需求。透天未来要面临什么？很多要面临第一个需求萎缩，第二个出租不易，第三个难以都更等等的问题。除非你就是钟情于透天自住的需求，否则你买透天会是相当麻烦。那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现在谁会想要住在透天呢？超级 I 人我不想要见到邻居。比裸体主义者，习惯在家里都全裸。他如果习惯在家都全裸，他住透天跟住大楼还不是同样道理他全裸不影响了。C 乐团歌手半夜练鼓，不怕被邻居敲门骂。但是现在透天一堆连排嘛，所以你真的仔细去想想看，你透天的客群，你真的规划得出来吗？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自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还必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呐，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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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呐。
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一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跟你分享一位会员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Emily Emily 是高雄人，从小到大都住在透天，在透天长大。对她来说，住透天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想干嘛就干嘛，想乱跑就乱跑，没有人会管，也不会被什么跳，然后楼下邻居会来骂，只会被爸妈骂而已。当初她去台北读书的时候，才觉得台北人好奇怪，这些房子怎么那么小这样不会不舒服吗？那自从她开始看了我的影片以后，发现这个透天处的未来好像也是堪忧。那他有很多高雄的朋友也陆陆续续开始买房，而且都怎样，都买电梯大楼。那他就开始犹豫，奇怪，对我来说，房子就是要透天这个样子，它才叫做房子。那现在是怎样？大家都不买透天，都买电梯大楼那我如果之后去买透天，以后会不会很难脱手毕竟买房子是这么大笔钱要多想一下。可是当 Emily 跟他爸妈讨论的时候，爸妈又超级反对你看又来了长辈煞，就跟他讲说不要电梯大楼啦，我为什么要缴管理费？那个管理费到底缴到哪里去？那个管理员在那边什么都没做，还要我缴钱来养他那根本就是在抢钱等等有的没的。你听这样子你就知道 Emily 的爸妈对电梯大楼还是有相当多古早的偏见的。然后就跑来问我嘛，我就跟他说，那是因为你爸妈现在身体很硬朗我认识很多老人家最后都是这样，不得不换到电梯大楼。然后你问他你要电梯大楼还是透天，那老人家他心里想的是透天，但是看看自己的腿脚，电梯大楼就这样那他听一听也觉得有道理那我就再劝他说，你之后要生小孩，来小孩婴儿车、尿布、奶粉，那你爸妈叫你买透天，以后你叫他们扛，你看他们要不要小孩长到1、2岁到处乱跑，你每天要担心说家里的那个楼梯会不会害小孩子怎么样挂了之类的因为那个小孩子在冲，小孩就是这样说冲就冲，那个临阵发动突然就给你冲出去，都没有那个起手式的为什么？他不知道危险他判断不出来那个危险小孩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他就觉得他要冲他就冲了那个是楼梯呢，他没有摔过，他就不知道那个摔下去会多么严重透天。那就会很担心要担心从楼梯上滚下来。那我就问他说，你自己从小到大透天住这么久，你有没有摔过楼梯？他想一想就说，有呢，小时候有扭到脚，可是因为时间久了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讲说，对，那真的不行，还是买电梯大楼好了，不要让这个小孩也遇到。说到现在还有那个旧伤那现在一些天气变化的时候还会痛，因为那个脚就是扭到。然后扭到以前也没有在那边一扭到就送医院了，就去那个什么国术馆，你知道，弄到现在都还有病根。就这样，最后他下定决心买了电梯大楼，反正顶多给爸妈念，过一阵子就算了。果不其然他爸妈一开始听到超级生气一直念他，一直骂他，念了2个多礼拜。可是后来李楚还是去看他新买的电梯大楼，发现其实蛮舒服的社区管理的不错。还有一些公设溜滑梯，小孩子就是直接下楼跟邻居约就下去玩，也不用担心路上有车，又有电梯，那确实很方便反正爸妈就是这样，要一直念其实他心里也是满意的，那至少完全不用爬任何一阶楼梯，然后停车也是直接下地下室上去就好，外面在下暴雨也没关系回家都是干干净净的。那现在就变成每天面 Emily 说你不是为了小孩才买电梯大楼吗？管理费那么贵。既然你都买了，那你要赶快再生不然呢再生不然这管理费就亏了不然你看我们付钱买的那个公设那个小花园那个溜滑梯都是别人家小孩子在用。你看老人家就是这样子怎样都可以找理由来念你就对了，即使他满意他还是要念这就是儒家文化圈中华的父母大概都长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
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十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泸州，他们店在泸州，泸州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那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